最近美國正在搞大事兒，也就是阿爾忒彌斯計劃，但是很多朋友沒搞懂，這到底是什麼計劃呢？今天我們花點時間把它掰開了揉碎了，好好跟大家聊聊。先說這個計劃的背景，其實它不是憑空冒出來的，它的正式啟動得追溯到川普的第一任期。在2017年，他簽署了一個叫做《太空政策指令1號》的文件，算是給 NASA 下達了一個新任務，重返月球，並把這作為去火星的第一步。為了表明決心，他還任命了新的 NASA 局長吉姆·布里登斯廷。這位局長一上任就開始大力推動重返月球的各項工作，把這個計劃正式命名為阿爾忒彌斯。可以說，川普的決心和野心從那個時候就已經顯現出來了。到了現在第二任期，更是加大了油門。川普再次任命了一位新的 NASA 局長賈里德·艾薩克曼。這位新局長來頭可不小，他本身就是個億萬富翁，還是一位上過太空的平民宇航員。為了貫徹川普的意志，艾薩克曼一上任就公開表示，美國將在川普的任期內重返月球。這一系列的動作都表明了阿爾忒彌斯計劃背後強大的推動力。他的目標很直接，先回月球，在月球上站穩腳跟，然後把目光投向更遠的火星。所以千萬別小看川普的讓美國再次偉大，他其實是做了很多事的。這時候你可能會想，都過了這麼多年了，幹嘛非要回去呢？這裡面的原因還真挺複雜的。一個繞不開的話題就是現在的國際太空新格局。比如中國的航天發展非常迅速，也公布了要在2030年前後實現載人登月的計劃。這麼一來，全球的目光又一次聚焦到了月球上，大家都在看誰會成為下一個踏上月球的人。這不僅僅是技術上的較量，也關係到未來誰能在太空探索這件事上有更多的話語權。不過，要是只把這事兒完全看成一場太空競賽，那可能就有點簡單了。更深層的原因也是為了科學，为了給以後去更遠的地方探路。科學家們推測，月球的南極可能藏着不少好東西，水、冰。水意味着什麼？能喝，能分解成氧氣呼吸，還能分解成氢和氧當火箭燃料。這簡直就是個天然的太空加油站啊！以後要去火星，可以先到月球這兒加滿油再走，這不就方便多了？這就是 NASA 月球到火星戰略的一個核心想法，在月球上建個基地，還能測試各種新技術，看看人在太空裡待久了，身體會有什麼變化，為去火星那種動不動就幾年的長途旅行做準備。而且月球本身就像一個巨大的地質博物館，研究它能幫我們更好地了解太陽系和地球的過去。所以說，阿爾忒彌斯計劃這盤棋下得很大，它把國家戰略、科學探索和對未來的設想都融合到了一起。那這個阿爾忒彌斯計劃具體要怎麼一步步實現呢？它不是一蹴而就的，而是個分階段的大工程。簡單來說，可以分成3步走。第一步叫無人試航，就是先用新造的超級火箭 SLS 和獵戶座飛船，在不載人的情況下飛一圈，確保這套新系統安全可靠。第二步是載人繞月，讓宇航員坐進去，繞着月球飛一圈再回來，全面測試飛船的各種功能，特別是氧氣、水這些生命保障系統。這第二步就在這幾天，正在緊鑼密鼓地進行。第3步，當然就是最激動人心的登陸月球了。到時候會把第一位女性和第一位有色人種宇航員送上月球表面。這之後還沒完，他們還計劃在月球軌道上建一個叫門戶的小型空間站，再跟 SpaceX 這樣的商業公司合作，開發可以重複使用的着陸器，以後就能更方便地往返月球。最終目標是在月球上建立一個可以長期工作的研究基地。不過，理想很豐滿，現實操作起來總會遇到各種問題，這個計劃的時間表就一再推遲。原因很多，技術太難，預算緊張，中間還碰上了疫情。光是那個 SLS 火箭和獵戶座飛船的研發就花了很多錢，比原計劃晚了好幾年。但不管怎麼說，這個計劃還是在頂着壓力往前推。好消息是，第一步阿爾忒彌斯1號在2022年已經成功完成了，算是開了個好頭。按照最新的說法，阿爾忒彌斯2號的載人繞月飛行就在今年，下個月初進行，現在正在準備中。
而大家最關心的阿爾忒彌斯3號載人登月，則要等到明年年中了。你看 ，NASA 現在也變得更謹慎了，畢竟宇航員的安全是第一位的。雖然時間推遲了，但整個計劃的大方向沒變，每一步都是為了讓人類走得更遠。咱們先來回顧一下已經完成的阿爾忒彌斯1號，這可是整個計劃的開路先鋒，它的成功非常關鍵。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次無人駕駛的極限挑戰，主角就是全新的 SLS 火箭和獵戶座飛船。這個 SLS 火箭是 NASA 有史以來造的推力最大的火箭，沒它，後面的任務都無從談起。而獵戶座飛船就是專門為深空旅行設計的下一代航天器。在2022年11月16號，在經歷了各種技術問題和壞天氣的波折之後，這個大家伙終於點火升空，開始了一場為期25天半的繞月旅行。說真的，這次獵戶座飛船的表現相當出色，它不光穩穩地飛到了月球軌道，還繞到了月球背面，最遠的時候離地球差不多43萬公里，破了之前載人飛船的飛行距離記錄。在天上飛的這20多天裡，地面团隊把飛船的導航、通信、生命支持系統等等全都測試了一遍。最驚險的一幕發生在回來的路上，飛船以差不多每小時4萬公里的速度一頭扎進地球大氣層，摩擦產生的溫度高達2760攝氏度，比煉鋼爐的溫度還高。飛船底下的那塊隔熱板能不能扛得住，直接決定了未來宇航員的生死。結果呢，非常成功，飛船穩穩地掉在了太平洋裡，宣告阿爾忒彌斯1號任務圓滿完成。這次任務不光證明了 NASA 的新裝備確實管用，拿到了大把寶貴的飛行數據，更重要的是給整個項目打了一針強心劑，向世界宣告，人類重返月球的時代真的開始了。1號任務成功了，那2號任務自然就提上了日程，而且這次要來真的了，要上人了。根據 NASA 的最新消息，這次任務最早的發射時間是2026年的2月6號。就在前不久，也就是2026年1月17號，那枚巨大的 SLS 火箭已經拉着獵戶座飛船慢慢地移動到了發射台上，說明最後的準備工作已經開始了。到時候會有4名宇航員坐進飛船，來一次為期10天左右的繞月飛行。這4位宇航員的名單也早就公布了，他們是指揮官里德·懷斯曼、飛行員維克多·格洛夫、任務專家克里斯蒂娜·科赫，還有一位來自加拿大航天局的宇航員傑里米·漢森。這裡面有2位特別值得一提，克里斯蒂娜·科赫將成為第1位參與月球任務的女性，而維克多·格洛夫則是第1位參與月球任務的非宇航員，這本身就創造了歷史。這次飛行不會在月球上降落，而是會採用一種叫做自由返回軌道的聰明方式。簡單說，就是借着月球的引力，像打水漂一樣甩一下，然後就能自動被甩回地球。這次任務最主要的目的，就是看看獵戶座飛船在真正載着人的時候，各種系統，特別是吃的、喝的、呼吸的這些生命保障系統，到底靠不靠譜。宇航員們會親自上手操作飛船，把所有功能都檢查一遍。雖然不登陸，但這可是從1972年阿波羅17號之後，人類離月球最近的一次。當他們飛到月球背面，跟地球徹底失去聯繫的時候，那種感覺肯定非常特別。可以說，阿爾忒彌斯2號任務要是成功了，就等於向世界證明，人類重返月球的技術已經基本成熟，是連接無人測試和真正登陸之間最重要的一座橋梁。說到整個計劃的高光時刻，那必須是阿爾忒彌斯3號。因為他要真正的把人送上月球表面，這可是半個多世紀以來的頭一回。按照計劃，這事兒大概在2027年年中進行，到時候會有2名宇航員離開獵戶座飛船，換成一個月球着陸器，在月球南極附近找個地方下去。他們會在月球上待1個星期左右，出去活動好幾次，採集樣本，部署科學儀器。聽起來是不是特別激動？但是先別急，要實現這個目標，NASA 面前還有好幾座大山要翻，所以這事兒能不能準時還真不好說。最大的難題就是那個月球着陸器， NASA 把這個最重要的任務外包給了馬斯克的 SpaceX 公司。他們正在開發的那個非常酷的星艦 Starship， 就是這次登月的關鍵。
但問題是，星艦現在還在密集的測試階段，到底穩不穩定，誰心裡都沒100%的底。而且它得先在地球軌道上進行好幾次燃料加注，才能飛到月球。這個操作想想就非常複雜，風險也很高。另外，宇航員穿的新一代宇航服叫 XMU， 研發進度也有些滯後。這套衣服得讓宇航員在月球南極那種極寒環境下活動好幾個小時，技術要求比以前高太多了。最後也是最現實的問題，就是預算。NASA 的經費需要國會批准，總是不太穩定。所以总的來看，雖然大家都在拼命幹活，但考慮到星艦和宇航服的研發難度，還有那個複雜的軌道加注，很多人都覺得阿爾忒彌斯3號想在2027年準時出發，挑戰不小。推遲到2028年甚至更晚的可能性也存在。不過話說回來，這也不算失敗，畢竟太空探索安全永遠是第一位的，慢工才能出細貨。就在阿爾忒彌斯計劃緊鑼密鼓推進的同時，中國的載人登月計劃也在一步一個腳印地往前走，同樣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。和美國那種先登月再登火的宏大設想比起來，中國的計劃顯得更專注和務實。中國的目標很明確，在2030年前後實現中國人的首次月球登陸，然後以此為基礎，逐步建設一個國際月球科研站。為了實現這個目標，中國也準備了一套全新的裝備，有專門用來載人的長征10號大火箭，能一口氣把27噸重的東西送到月球軌道；有負責接送宇航員的夢舟飛船，還有專門在月球上降落的攬月着陸器。中國的登月方案和美國不太一樣，採用的是2次發射月軌交會對接的模式。先用一枚火箭把攬月着陸器送到月球軌道上等着，然後再用另一枚火箭把載着宇航員的夢舟飛船也送上去。2個飛船在月球軌道上碰頭對接，然後宇航員再進入着陸器降落到月球上。這個方案聽起來比美國那種一步到位要複雜一些，但好處是它對單個火箭的運載能力要求沒那麼高，技術上更穩妥，風險也更可控。這很符合中國航天一貫的風格，穩紮穩打，步步為營。對比來看，美國的計劃願景更宏大，把月球當成了去火星的跳板，技術方案也更具革命性，但因此面臨的技術風險和不確定性也更高。而中國的計劃呢，更加專注和務實，以建立月球科研基地為核心目標，技術路線相對保守，但可靠性更高。雖然兩邊的路徑不完全一樣，但都把人類的目光再次引向了月球。這就像一場新的太空探索浪潮，既有競爭，未來也一定會有合作。不管誰能先一步到達，最終都將推動我們人類這個大家庭，向着更廣闊的宇宙邁出新的一步。朋友們，最近我發現了一個非常好用的 APP， 就是一款叫 Himalaya 有聲書 APP， 非常好用，特別適合喜歡聽書的朋友們。它的華語內容十分豐富，天文地理、歷史名著什麼都有，而且都是正版授權。無論在通勤、走路、運動的時候，還是睡覺前，都可以聽一聽，特別 OK。為了感謝朋友們對我頻道的支持，特別向 Himalaya 官方申請了14天 VIP 免費試用，一般用戶只有7天。現在立刻馬上，你只要點擊下方資訊欄的專屬鏈接，就能領取使用名額。你先用14天，如果覺得不合適，卸掉就是不會扣費。如果你覺得還不錯，你就充值繼續用。